是美国人要付钱。照这逻辑，如果能通，那中国干嘛了？台湾如果今天是中国一部分了，今天就是79，不是32。我们办到了第一关税，赚到了一笔果。哇靠！今日银王已诞生。结论：台湾是糖区耶。赖清德这2天人都不见，唯有录了一个影片放在台湾记。清德不知王台恨，南国犹唱有音乐，何其讽刺啊！已经有人观测到赖清德即将失败，就是最敏感的蔡英文。对于那不爽赖清德领导的状况，已经基本力量汇集到蔡英文的下面，这已经摆明在挑衅赖清德。所以选在清明节跑出来，先讲了他跟死民的关系，接下来再讲他跟李登辉的关系，就老娘才有办法领导民进党嘛，才有办法领导台湾嘛。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赖清德他根本不管川普关税，他就把烂摊子丢给卓荣泰嘛，然后整个情势是越来越糟糕，但是赖清德继续摆烂。更好笑的是，他们发动了社群的力量，开始各种洗。所以呢，我就跑去催问了啊，青鸟们怎么看美国对台加征32%关税？然后呢，很多人就来给我一些回答。你觉得啊，被科32%关税很亏吗？那你知不知道32%哪来的？那是因为台湾几十年来课的是美国64%的税啊，那时候你怎么不觉得亏？台湾买车从来比任何国家贵，你为什么不觉得亏？台湾市场上美国的产品买起来好像是奢侈品，你怎么不觉得亏？我们台湾人民已经剥削了几十年，已经无感了，是时候重新看看我们的课税是不是为了保障某些企业来转嫁这个负担在人民身上。按个爱心，谢谢他的转嫁。故意带风向的媒体啊，罢免是因为垃圾立委不适任，关税是美国经济政策。唯一相关的是，如果不罢免卖台立委，我们会跟中国一样被苛征最高关税。川普2届就对中国苛征超过50%的关税，中国经济下行趋势已经越来越严重，上中国这条船只会掉到水里。最后蓝白两烂党有政策讲出来啊，只会靠北算什么能力？我只问，难道国民党执政，川普就不科关税吗？台湾就赢麻啦，对不对？Country go 32%关税，台股跌爆不重要，台湾是 Country。好，我跟你讲，更厉害的来了，我又发了一个问说啊，大家看到青鸟护航32%的离谱言论。你看哦，此完全搞不懂高关税会对全世界带来的危害吗？这代表说大家已经受不了八囧，气到都跑来跟历史哥投诉。他的结论就是一个啊，就中共会死得最惨啊。那至于其他什么都不重要。我这次杀的全世界措手不及，不是只有台湾，但是在蓝白眼里就是在针对台湾。而川普他本来就是用这种手段逼跟全世界谈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5年累计被制裁的关税已经高达了70多%，而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又是70多%，而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关税也非常高。为什么？当然台湾也不低啦。那有一方面是我们的贸易顺差，有另外一方面是什么？这些国家是成为中国会透过组装零件或是生产工厂，或是这个第三地白手套。那我们台湾也是啊，我们会提供中共这些电子零件组装材料。天哪，这我已经澄清过了，真正要洗产地是去墨西哥。他是白痴吗？这些管道的话，或是不让中共成为洗产地的白手套，当然越南、泰国那边也是哈。所以中共这次会是死最惨。再说一次，去泰国是为了进入东南亚市场，不是为了洗产地啊。韩国瑜当选总统，搞什么自经区、自贸区？我们现在被制裁就是70多%，中共现在经济通缩严。自禁区自贸区会被制裁70多%，是不是？自禁区自贸区全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港叫香港，另外还有像新加坡，这次几%？ 10%。一脸正经讲干话好玩吗？天哪！至少你们还有音乐会啊？为什么有这个酸法呢？我跟你讲来看一下啊。我是热情点，现在屏东应该真热吧？无论你是喜欢在前面开圈，还是在后面跟着音乐摇摆，一定要记得补充水分，注意温差，尊重他人，不要使坏，开心玩耍，平安回家。好了，大家应该都比较喜欢听音乐，而不是听我讲话，我就不多说了。希望大家好好享受垦丁的海风、南国的热情，尽情享受音乐。谢谢大家。一堆蓝白粉在那边叫关税什么鬼的，也不想想中国被课更多关税。我只看到美国把台湾当成国家来看，蓝白粉气不啊，吓死哦，go啊！还有这个，看到大家都在骂32%关税，却不知道要付32%钱的人，跟台湾买东西的是美国人啊。是美国利用负32%，快晕倒了。这一篇红到了 PTT 上，而且被推爆了，因为实在太智障了，你知道吗？你看扯不扯？照这逻辑，如果能通的话，那中国不是赚死了？确实，关税是美国的供应商在承担，没有错。问题是，当关税大幅上升，就算美国供应商承担了，请问美国人买得下手吗？美国人能买吗？台湾产品还卖得出去吗？到底在供他小啊？你看就是这么扯。人家课264，你课32，台
还排除半导体，人家只课你一半，蓝莓写到一个夸张哦。你们是很想让美国课我们64才开心吗？一堆不看内文没读书，读书是犯法吗？我真保不住了。所以你可以知道为什么八九有那么多死忠粉丝了，对吧？啊，另一个在宣传纳粹共产主义，哇塞，阿炯是疯了耶！阿炯开始搞纳粹啦。疯子最终只会分成两种，一种是极左，一种是极右啊。为了对付他想象中的极左啊，他变极右了。他的破坏力真的太强大了，越来越疯了，你知道吗？所以赖清德今天这样子大翻桌啊，然后更好笑的是什么？承认驻美代表的萧副总统有没有可能成为特使？这问题卓奎似乎没听清楚，郑丽君眉头则微微一皱。萧副总统低头微笑，答案似乎不言而喻。这里面有巨大的猫腻啊，各位。第一个，赖清德的翻车，大罢免必然是要搁浅，所以现在呢，在野党直接呛哦，你要共商国事，那你要先暂停罢免。那赖清德会暂停吗？赖清德是肯定不会暂停，因为事情发生到现在，赖清德是没有发表任何要暂停大罢免这件事的说法。但这个大罢免的搁浅，主要是来自于整体民意的沸腾，必然会严重的导致了这个对大罢免的一种抵触感哦，这是必然的，因为你要召开国是会议，你就必须要跟在野党妥协嘛。那你要跟在野党妥协，你必然没有办法像之前这样子一天到晚下乡去宣传大罢免，对不对？可是呢，这一些人停得下来吗？你看曹兴诚今天下午接受访问的时候，国家利益重中之重，先是罢免。曹兴诚直接这样说啊，关税高低干你国民党什么事？罢免一定要完成，别的东西都没有比这个重要，不要被转移焦点。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一个状况，尾巴咬狗了。而且你看曹兴诚现在演都不演了，你看他戴什么帽子？黑熊部队，所以我一直讲嘛，曹兴诚打从他一出来，我就知道这整个推动的过程是谁在推动了，就是沈伯洋。那黑熊部队是谁直属的呢？就是赖清德直属的。我跟你讲了，礼拜一啊，2000点股票要炸。你看你护盘基金多会护，因为民进党这几年用来麻痹台湾人，就是带你去炒股票嘛。所以你看他弄了一大堆那种零股的啊，用了很多那种动94动，有没有搞了这些微博？你就看台积电会不会跌破900块。而且最好笑的是，绿营是选择性的麻痹，不愿接受这个讯息。我高人每天看股市，我说，关税那边弄。阿北实施一把，你就看绿媒继续洗哈。我讲卡阿北实施很宣布很实施的啦。是这个关税风暴两件事对台湾内部的力量还有转圜的余地。一个是大蓝搁浅，大绿推进，最终在大投票之中，民进党又掉了几席的立委。那这个是一个力量，另外一个力量来自绿营的内部。这个力量并没有办法停止罢免，但是它却会让罢免失败的赖清德付出巨大的代价。我来给大家看一看是谁，你知道吗？蔡英文。蔡英文突然在昨天丢出了这件事，而且同一天萧美琴突然被延上说润饼里面包什么。可是萧美琴为什么要突然出来 po 文啊？这件事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记者会去问说萧美琴要不要出手来做台美谈判？结果呢，罗荣泰说要靠郑丽君。这篇文极为猫腻哦。蔡英文 po 了一个文哦，今天是清明节，很多国人都早起出门祭拜缅怀故人。前几天我除了到巴黎和史明欧机上说话，也到了五指山向李登辉前总统致敬。李总统卸任之后依然关心台湾发展等等等等等等等。最后呢，我也希望李前总统留给台湾的精神能够让我们充满智慧，在这世界格局中确立未来的发展战略，指引我们克服一个新阶段的考验，实现身为台湾人的幸福，让世世代代的台湾人都能安居乐业，也为世界带来贡献。全文的猫腻两件事，第一个是什么？他说他前几天到巴黎跟史明说话，然后也到五指山，但这篇里面没有哦。这篇是非常刻意的文章，因为呢，如果我去看蔡英文的脸书，他在3月31号就跑去给史明祭拜，而且为什么是史明呢？去看史明的逻辑是什么？第一个，史明是台独大佬，去看史明代表什么？他要强化他作为一个台派领袖的地位嘛。第二个，同一天去祭拜两个人，为什么331 po 了史明却不 po 李登辉呢？到了4月4号清明节当天，突然又 po 了一个李登辉，再来还特别 po 了一张蔡英文跟李登辉的传承，这叫台派的棒子的传承。所以呢，一张呢宣告自己是台派真正的领袖，另外一个他是台派领导人的传承。然后在文章里面，李登辉留给台湾的精神，未来发展战略给我们新阶段的考验。
也就是什么李登辉路线，我继承李登辉路线呐，懂了吗？所以他这个已经在挑明，在挑衅赖清德了。李登辉路线是什么不重要啦，这个叫做法统的争夺战。蔡英文这时候出来就代表一件事情啊，绿营内部不爽赖清德领导的状况，已经基本上集结到蔡英文的下面，这样知道了吗？逻辑就这么清楚。所以他事实上他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我才能领导台湾呐。所以简单来讲啊，现在赖清德面临啊前有豺狼后有虎豹啊。所以我说嘛，大罢免搁浅，赖清德如果在接下来大罢免里面占据劣势的话，民进党内部就会出现一股很强的不尊赖的一个力量。总之结论就这样。其实这次川普关税，你看到是青鸟在发疯，你看到是赖清德在翻车，但他最终指向了一件事情，就是大罢免到最后的最后，如果赖清德输了，他将死无葬身之地，或者他将输得非常非常的惨。